谢谢各位官员还有委员的出席。那我也要请环境部部长，请彭部长。陈委员好。部长早安。好，部长，因为我们现在是要讨论这个明年度的预算嘛，所以我想请教一下彭部长，你知道环境部明年会开始执行一项专案，大概是5年的专案，叫做建构国家安全化学与韧性永续计划，总共经费大概97亿元，您知道这个计划吗？知道。对。可是今天的业务报告只字未提，这么大的一个金额。其实因为我是有在我的这个未来要工作的项目里面，但是这个细节其实没有特别提的太多，因为时间的限制。所以你会知道说，为什么我们国家的化学危机风险突然增加，所以我们需要编列一个5年97亿的预算吗？知道，因为这个就是例如说PFAS 的问题等等，我们希望更主动的来解决，所以这个经费也争取了很久，是不是？请我们谢署长简单的回答一下。署长可不可以1分是30秒讲完？好，委员报告，这是一个5年计划哈，总共有大概157亿，跨了这个我们的包括内政部、国防部、卫务部、经济部等，那属于我们本部预算有96亿多，97亿多对。那分别是化学署、大气司还有国安院相关的计划。那么从那个流向追踪、灾害防救等等这边来分别。好，就是这本。对，这都在你们的网站上是公开透明的资讯。对，因为这是院核定计划。好，那我们来讨论一下，为什么这些事是环境部来做哈？你的专案计划里面写到说，因为我们的国军训练薄弱，训练打折，几乎都是以原则性的教学为主，所以你们要协助提升国军的训练量能跟成效。又说我们的国军装备老了、旧了，所以是要开始协助他们做实地操作吗？跟委员报告哈。根据我们的灾害防救法，其实在我们如果有发生这个毒化灾的整个防治计划里面，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政府是可以申请国军协助。那目前国军的这个量能的部分都在我们的灾害防救的计划里面。那因为国军的经费其实它是属于战备方面，所以以往在这部分的经费呢，在过去是由我们环境的部门来编列。那为什么113年以前不需要环境部编列？都有。114年以后突然需要5年的计划？是。在前一期的计划哈，我们也有计划有纳进来，那但是当时的经费整体的话是范围比较少哈，所以那个国军的部分只有一部分啦，所以也是由我们这边来协助。部长你还是回来好了。好，谢谢。部长，谢谢。部长，今年的国防预算已经是创下历史新高，大概是6470多亿。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还需要环境部来分工。那你分工分了这么大一块，你的业务报告却只字未提，这件事情非常的奇怪啊。其实简报是有，我们简报里面有一页是专门讲这个97。好，没关系，我们等一下把一些细项拿出来讨论一下哈。你说这件事情很重要，好。今天有一个无人机救灾用空拍无人机组哈，你把它分在5个不同的页数，一页是360万买4台，一页是1170万买13台，810万买9台，2520万买28台，最后1620万买18台。你分成5个页面哦，总共花了6480万，大肆的购买下来，换算一台居然要90万哎。你们是买什么特别的规格，什么特别的功能，协助你的化学韧性，需要买到一台90万，还买了非常的大批量。跟委员报告其实应该不会是那么多，因为我们是有三个我有附页数给你，我有附页数给你，你可以回去翻一下这本。好，那我们再把它仔细看一下。不过依法，你就是有买这么多。对，我们的那个无人机的部分哈，你看一下你的无人机上面，你还分5笔哦，不只是无人机分5笔，上面还有个救灾机器人，一个机器人是1000多万哈。对。然后你买了7具、5具，请问到底是什么状况？你会需要
编这个计划，买这么多救灾机器人跟空拍无人机？包伟，我有看过那个我们的毒化灾总队哦，像昨天在桃园有那个有一个环科工业区，它排放那个气，其实那个就需要像这样的空拍机，那个是特殊的，不是一般的空拍机。所以你的意思是说，113年以前我们国家不会有这么多的化学灾害，但是114年之后，你担心这5年可能会有重大的化学灾害？所以编列这样子的预算吗？个人报告113年前还是有无人机这部分也都是有，然后我们也有少部分的这个增减机器人的一个研发或购入。那么在未来5年里面呢，我们在这个科技防灾这一部分呢，会加强这个投资。那国际上大概是类似机器犬这种都有。我觉得环境部的业务非常重要，但是我们翻到你的计划第183页。第183页哦，你居然是用环境部的基金来支应这个韧性计划5亿5千万元，其中包括空气污染防治基金1亿5千万元，土壤以及地下水污染整治基金2亿5千万元，还有环境教育基金1亿5千万元。你是觉得你这3个业务都已经做得很棒了，还有多余的钱？你看一下你的品项是筹购陆军司令部毒化灾救援装备，这些你把你的基金拿出来做这些事情。跟你们报告哈，其实我们在跟行政院提报计划的时候呢，那么对于工作事项里面，行政院也请我们检讨属于我们自己经费部分的负担。那么在这3项基金里面，像土污基金的部分，我们会在补助地方政府，还有我们的流部计划。就是环境流部计划河川底泥这边我们会来做，然后在这个教育宣导的部分，我们会用环境教育。部长你回答好了。对，其实这个因为我没有在问你的基金是用来干嘛，我是在问你的基金为什么要拨5亿5千万来做筹购陆军司令部毒化灾救援装备？包委员，因为我们化学署是全台湾最专业的化学物质啦，那国军它有它的化学物质项目，它也会来支援我们，所以这个的经费是一起来做这件事情啦。可是它跟前面对不起来啊！你的环境教育基金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？这个到时候就编进去。是因为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在整个国军它在协助救灾这一部分，不管是毒化灾的这些训练也好，或者是这些对于人员的这个讲习也好。我们会在这边来支应这方面的问题，这边的经费。好，我会再去查这个经费的细项。我们可以到委员那边。好，下一个，再来呢？我们从114年开始哈，你有4个，你上面写你要协助地方政府，虽然我不知道是哪4个地方政府或是1个地方政府，也希望你可以告诉我，请问我们现在政府？赖总统跟执政党就是朝着核电归零的政策，为什么我们需要买到4台的核生化车辆，1台3000多万？另外，我们还要买化学灾害处理车辆，1台也是3000多万，整个加起来买了13台，花了3亿9千万。然后核生化灾害处理车辆花了1亿多，而且是协助地方政府，是给地方政府用的哦。请问地方政府的环境部的相关人员会用这些车辆吗？跟委员报告啊，我刚刚讲的是这个计划是跨部会提，那么内政部消防署有41亿，这个经费是内政部消防署去执行的，有些他购买，有些是补助地方购买，他们来执行。可是有环境部出钱写计划，是计划我们会诊之后抱怨，然后分项核定之后分头编列在各部会的预算书里面。那刚刚90几亿，但这是我们环境部主管，没问题。所以你们会知道是哪个地方政府需要充实这个核生化灾害处理车辆，还有化学灾害处理车辆吗？这部分的话是消防署他们去规划，但资讯上我们是可以把它汇整过来了解。所以你们协助的部分是？这部分都是他们执行，我们就把整个计划执行的这个管考的部分，我们会把它汇整过来。好，但是我都是从你的报告里面抓出来的，还是说这个报告不是你写的？这个报告是这个就是院核定的计划，是我们主政的。好，这个报告下面挂的是环境部哦。是环境部下面挂的就是你的名字。是好，那你在上面写到说内容，这个97亿的专案内容是要缩减后续增援部队准备时间，那这是你写的，这是挂名你的报告。我也想问，什么叫做
后续的增援部队，后续增援部队是什么？然后还要达成作战任务为主要考量。这部分的是文字内容，这个不是国防部提供的啦哈。国防部提供给你，你把它贴到环境部的报告上。不是这个，因为这个计划是我们整个会诊，那内容我刚刚有涉及部会的文字部分是由各部会写出来，那经过院审查之后核定完，当然我们可以这个核定的上面我们也可以把部会都写上去了。不过因为我们是主政部会，所以我们是这样写。可是你是主责，你应该要去了解你里面的内容写了哪些东西吧？对，你挂你的名字，挂你的5年计划，然后你说内容都是别人写的，也是别人在主责的，这样对吗？没有，委员，这个是整个毒化灾是我们化学署在统权责，就很像说我们未来我们的资源循环经济也是我们循环署统合来处理，所以他们化学署是走得比较快，把各个部会毒化灾的部分由我们这边来统筹。好，那我也想知道为什么113年以前你没有毒化灾需要这么多，包括增援部队，包括达成作战任务，觉得以前都只有原则性的学习，为什么突然今年会有这些东西？各位报告因为化学成立是105年底，当时我们就尝试把跨部会整合起来，所以前一期的计划其实也是跨部会整合的，只是它的那个工作项目跟预算没有像这一期这么多。对，那为什么这么多？你可以说吗？因为事实上我们从107年的进棚案，后来陆续有一些这个化灾的案件之后，其实发现在这个部会的统合跟科技防灾部分要持续去加强。那我想我们这2个计划可以跟委员这边做报告。所以在我们这个非核家园的政府政策下，您又把这个计划里面加入了这些核生化灾害车辆的原因是什么呢？这个部分核生化的部分是消防署他们在处理这个像核生化的灾害，第一线都会到消防单位来，所以消防署这边呢就会去补助重点县市购置这个核生化的处理车，这部分还是内政部他们来执行。要问内政部，你的计划，但是要问内政部。不是，我们可以把这个资料收起来跟委员做报告。部长，我还是希望啦，这么大的一笔预算，如果你没有在业务报告中跟我们大家稍微提一下的话，好像很不负责任，而且是挂你的名字。好，可以有了。里面的金额很多都还对不起来，所以后续我还会再继续跟你没问题，请教。我们会依照委员的指教，我们再提供相关的数据跟资料。谢谢，谢谢主席。谢谢。